这首歌呢，每年过年的时候，大街小巷或者走到哪呢，都会听到的一首新年歌，喜气洋洋的。那这首新年歌呢，唱开来就好像心里面长了一朵花，一朵春花开了。我们就来听听家喻户晓的这一首《迎春花》。正月里来迎春花开，迎春花开圆圆来，迎春花呀处处开呀，心呀幸福来，幸福来呀幸福来，大地放光彩。迎春花咱们大伙栽，嘿嘿呀欢那不嘿，春花永远为我们开。其实今年3月 lockdown 以来呢，我们几乎就是错失了好多的大日子的哈。比如说我们没有办法清明扫墓啦，然后我们在端午节的时候就没有辦法去送给隔離鄰舍粽子啦，然后開齋節啊，然後就什麼屠妖節等等呢，就一眨眼這樣子就過去了大半年。那現在呢，我們就請龍雪華堂婦女組的姐妹們呢，為我們介紹一下，就是這段期間我們錯失的一些大日子、大節日的一些傳統食品。我相信在大家的記憶裡頭，都對這個味道念念不忘的。我國的端午節，粽子也是多元多口味的。這裡有幾種的粽子，除了有鹹粽、枕頭粽，還有涼惹粽。這裡呢，還有一個3寸金蓮，這個3寸金蓮呢，俗稱裹腳粽，是我做的咯。這是葛督巴，是開齋節必定的食物，它會配合這個花生醬，有時候會配搭一些濃香的咖喱rendang，還有一個就是屠妖節的木魯菇，木魯菇呢裡面會摻雜一些香料，吃起來香又脆口。8月15是中秋節，也是人月慶團圓的日子。華人會很注重這個節日。你看我們的月亮是圓的，我們的月餅也是圓的，全部食物都是圓的。人月兩團圓的日子。冬至大過年這一天是一年裡面最寒冷的一天，這裡沒有四季之分，沒有冬天，但是在冬至裡面吃了一碗暖暖的湯圓，心裡感到非常的幸福，暖暖的。2020年關關難過關關過，如今轉眼又到新年了。2021年的農曆新年非常的特別，我們除了回顧，好像也必然的要向前去，所以很有一種重生再來的展望。我們來回味一下，細數這些年我們錯失的家鄉情味，來一起許個願，難得共聚人團圓。阿媽的新年願。12月的冬至，阿媽做了小湯圓，想給遠方的孩子過冬去團圓。圓圓的湯圓，畫上椰糖的餡，香又甜，只嘆寶貝人在他鄉，不能吃一點。那時的新年，咱們家的孩子天天在等待，等新年來那樣隨甜。今年的新年望春涼，說完言，
变，红的阿嬷的白发又多了一些钱。别人的年糕样样都好，不比阿嬷轻易见。不枉你买年货花大钱，只怕你早回家过年。那时的新年，大家围在饭桌前，阿嬷煮的团年饭已经吃了好多年。今年的新年何必在外边，好久才见你的面，该吃阿嬷煮的福寿面。没有爆竹的新年，像春天还冬眠。迎春节福的时候，孩子怎能不在身边？红红的烛光映上阿嬷开心的笑脸，给你红包压岁钱，再许一个新年愿。今年的新年什么都不缺，难得人团圆，过个平安幸福年。今年的新年，阿嬷有一个心愿，孩子呀好不好，让我常常见你的脸。难得人团圆，共聚天伦快乐无边。刚才唱的这一首《阿妈的新年愿》是我的词创作，当年收录在滚石唱片制作的新派新年歌里，其实已经唱了好多年了，还是很多朋友喜欢，好像还是新的那样。新年歌也和我们的节庆食品一样，总是带着浓厚的祝福，等待着春天的到来。我们这里没有四季，但是人们心中还是盼望着春天的到来的。新年来了，让我们来吃年饼。这个是我们必备的传统年糕，代表着步步高升。这是黄梨酥，代表着一切旺啊、旺啊、发了。这个是红枣，也是我喜欢吃的。那么它的寓意呢，就是早生贵子。这个是袜子，也是叫做爪银。那么你打开来的时候呢，它会你看到好像对着你笑，心花怒放啊，笑口常开。花生花生是让大家生意兴隆、生机勃勃。还有我们南洋人都爱吃白米饭，这个米饼呢是用白米做成的，让大家丰衣足食，也是我的最爱。我国是多元文化，大家都融入彼此的生活中。这两道年饼 ，Kueh 和我们俗称的番婆饼，各大民族都非常喜爱的两道年饼。还有呢，就是椰子糖了。这个很有新年气息的
这个也是我们家尤迪妈妈手工椰子糖啊，因为我觉得这个糖太有意思了，我称之为南洋妈妈留给孩子的味道啊，那就是当年这些妈妈们呢很会就地取材，然后呢去做成这个糖果给小朋友吃的，所以这个糖呢是我们小的时候过年了就围在妈妈的身边呢，等她做好了哈，身上有多少个袋就装得多满，就非常期待的一种糖果，而且很香浓的哦。所以我们在过年的时候呢，看到这个糖，吃到这个糖，我就觉得特别有年味的。节庆的每一种代表食品，总是载着深深的含义，其实不外乎一个祝福，希望大家能够福寿安康，不忘这个节庆的本宗。马来西亚我们是一个赤道的国家，我们没有办法感受到明显的季节的一个变化。可是当我们祖先南来的时候呢，已经把这个节庆呢带过来了。然后呢，目前呢已然呢成为我们民族或者是文化认同呢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。其实早在英国殖民时期的时候呢，就会特别关注华人的这些节庆。例如说，在农历新年期间呢，就会在政府宪报上呢宣布哪个时段呢是允许放鞭炮的等等。虽然我们没有办法感受到季节的一个变化，可是有一些家庭呢，都是以这个节庆呢来做一个纪念的。例如说过了年，然后就是清明啊，有一些家庭呢就会进入所谓的浴佛节，过后呢就是所谓的高贵节，就是端午节啊，这个7月半之后呢就是中秋节，过后有一些的话可能有这个九皇元旦，然后呢过了冬至又是过年了。可是呢，在我们家呢，几乎所有的节庆呢，都是以祭祀或跟祭拜是有一些关系的。这个使这个节庆呢有了一些神圣感，然后生活呢有了一些仪式感，然后使这个节庆呢不只是商业的一个消费，而是有了呢更深层的意义和连结。2020年是我们永生难忘的一年。我记得在90年代。当我在另类音乐人的时候呢，我们也有另外一首很著名的歌叫《职场街》。那时候呢，我们已经在唱着20年后的今天了。当时坊间民间踌躇满志，我们仿佛就看到2020的红月正在前方等待的，而世界呢将迎来另一个成功的先进国，我们正参与其中。如今经过多少困难，历尽多少磨练，2020竟也转眼过去了。回顾这一年的发生，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，我们的计划真的赶不上变化，无数次的重组和改变，好像已经变成我们生活中的一种新常态。我们同时错失了很多的大日子、好节日和亲朋好友共聚的时光，尤其是传统节庆。我在这儿呢，还想给大家唱另外一首很经典的新年歌，那就是《恭喜恭喜》了。恭喜恭喜其实是一首庆祝抗战胜利的歌，那时候唱出来人人是报喜的，就好像春天到了。而这首歌后来呢，就成了华人世界里头最经典的一首新年歌。每条大街小巷，每个人的嘴里，见面第一句话就是恭喜恭喜，恭喜恭喜恭喜你呀，恭喜恭喜恭喜你。冬天已到尽头，正是好的消息，温暖的春风就要吹醒大地。恭喜恭喜恭喜你呀，恭喜恭喜恭喜你。